小型陨石坑通常只是簡单的碗狀凹陷，但在某些地方，火星表面的性质却会把它扭曲成意想不到的模樣。眼前這座陨石坑直徑大約300公尺，奇怪的是，坑源周圍竟有一圈圈狹窄阶地。這些截然不同的形態究竟是怎麼形成的？一種解釋是，撞擊發生時，陨石正好擊中一片由不同強度岩层堆疊而成的地表。不過，最典型的同類陨石坑通常保存得比這一座更完整。真正關鍵的線索來自其他陨石坑，它们的中央不是凹坑，而是一座隆起的小丘，地形庞复被上下翻轉，因此科學家把它們稱為倒置陨石坑，名字正是來自這種反常地貌。這些坑洞曾被沉积物填滿，填充物甚至比周圍地层更加堅硬。隨後，漫長的侵蚀開始了，周圍較鬆軟的地面逐漸被削去，最後只剩下一座孤立凸起的小丘。时間再往前推到數十億年前，一場持續數小時的火星沙暴猛烈橫掃大地，狂風推動沙紋，讓它們一層層向上攀爬，同時不斷向前移動。這些短時間內堆積的沙層，最終硬化成眼前的多層岩石。如今，這場風暴就凝固在眼前。這種特殊紋理，學術上稱為超臨界攀升遷移層理，也就是 supercritical climbing translating strata。它們在地球上已非常罕見，在火星上更是第一次被確認。形成條件極其苛刻，強風必須持續搬運大量鬆散沙粒，一般保存在沙漠岩石中的沉積構造。無論在地球還是火星，通常記錄的是長期變化，從季節風向到延續數千年的氣候趨勢。但這些超臨界攀升風成沙紋，記錄的卻是一場只持續幾分鐘到幾個小時的猛烈沙暴。科學家推測，要形成這些岩層，可能是：第一，沙粒被狂風推上沙丘或岩石邊緣，翻越頂部後再迅速落下堆積；第二，沙粒被沿着斜坡向下推送，地面上微小的凹凸讓沙紋不斷疊高。然而，要直接知道30多億年前火星大氣的壓力與成分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們只知道今天的火星大氣稀薄的根本無法用同樣規模搬動沙粒，所以這些看似普通的岩石因此格外珍貴。它們暗示遠古火星的大气壓力高得多，甚至可能比今天更接近地球。也就是說，那時的火星都比現在高得多。这些沉積物還透露出另一個事實：當時的火星大氣遠比今天濃密，否則根本不可能形成這些結構。
分布在峽谷陡壁上的沙丘群，被稱為壁面沙丘場。科學家又把它們分成攀升型与下落型两類。所謂下落型沙丘，是体积龐大的沙质地形，它們的背風面位於沙丘下风側，而且出現在山坡下方，清楚指向沙丘遷移的方向，通常形成于坡度超過10到12度的斜坡。攀升型沙丘，攀升型沙丘是风把移动中的沙粒一路推上坡度超過10度的陡坡或崖壁，而前方不能有明显障礙阻断气流。無論在地球還是火星，這類沙丘的形態主要受到所謂微地形控制。一塊岩石、一處凸起都可能讓風突然加速或減速，甚至制造劇烈亂流，進一步加強侵蚀、沉積與沙粒搬運。這種沙丘形態在整個火星上都相當罕見。然而，攀升与下落型沙丘卻經常出現在峽谷之脊與冲溝的陡壁上，尤其集中在 Melos 與 Kopris Kazamata， 也就是水手號峽谷內部。
如果要在地球附近尋找外星生命，火星看來似乎是最有希望的地方。但這顆紅色行星始終謹守自己的秘密，人類調查了幾十年，也取得過一些令人振奮的結果，卻仍沒有找到無可爭議的生命證據。但現在這場漫長搜尋，或許終於來到了即將結果的時刻，而轉折點可能就藏在火星粘土的礦物之中，可能就是關鍵。那裡也許封存着遠古生命留下的訊號。歐洲太空總署，也就是 ESA， 正準備把 ExoMars 計劃的 Rosalind Franklin 火星車送上火星。它只有一個核心任務：尋找生命痕跡。根據 ESA 公布的計劃，火星車將前往 Axia Planum 着陸。這是一片古老的火星平原，科學家相信那裡曾經擁有大量液態水，而盆地中的粘土可能正收藏着尋找生命所需的關鍵線索。多年來，科學家一直在追問，火星過去究竟有沒有生命？大約30億年前，火星表面的大部分液態水逐漸消失，但在更早以前，這顆行星可能擁有更濃厚的大氣層，河流穿越大地，湖泊遍布低洼地區，液態水曾經流淌在整個火星表面。正因為有過這段歷史，許多科學家相信，在遙遠的遠古時代，火星至少曾具備孕育生命的條件。雖然這一點仍未獲得最終證實，但在2025年，科學家發現了目前被視為最有力候選之一的潛在生物特徵，也就是生命可能留下的物理或化學證據。而一項新的研究又在 Rosalind Franklin 預定着陸區周圍發現了規模驚人的粘土沉積。這片粘土從 Axia Planum 一路延伸約300公里，直到另一處古老火星谷地 North Vallis 附近。為了找到這片粘土，研究人員先從火星軌道展開調查。他們利用 Mars Express 上的 Omega 光譜儀以及火星偵察軌道器的觀測資料，分析 Axia Planum 到 North Vallis 之間的礦物與岩層。結果，兩地都發現了富含礦物的沉積層，以及一連串特殊標記，顯示水體化學性質曾隨時間改變。這些觀測再次支持一個重要推論：遠古火星曾經擁有大量液態水。等到 ESA 的新火星車抵達，科學家相信火星生命的線索或許就埋藏在這片粘土深處，尤其是在 Axia Planum 地區。選擇在這裡着陸，是為了揭開一場影響整顆火星的巨大地質過程，看看它如何塑造這些古老粘土。科學家認為可能有2種答案。Axia Planum 這片區域或許曾被一座龐大水體覆蓋，規模甚至堪比海洋，也可能這裡曾遭遇難以想象的大洪水，時間大約在40億年前。鎖定整套地層中最古老的沉積物，將讓這次任務的發現直接關係到火星早期的地質面貌與氣候，也讓 Rosalind Franklin 任務尋找生命的目標更具意義。人類至今仍未確認任何地外生命，而它即使存在，也未必長得像地球生命。但至少對地球上的生命而言，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。依照目前規劃， Rosalind Franklin 火星車預計啟程前往紅色行星，發射時間定在2028年。它將成為 ESA ExoMars 計劃的重要一環，並與已在火星軌道運行的微量氣體軌道器合作。 Rosalind Franklin 還配備了一套鑽探系統，可以鑽入火星地表之下，一個從軌道俯瞰，一個在地面深入搜尋，共同追查遠古生命可能留下的證據。
接下來這幅影像中的排水地形屬於 Heber Vallis 谷地系統，這是一套巨大的洪水外流通道，很可能由災難性洪水瞬間冲刷而成。Heber Vallis 位於火星北部低地平原，就在 Elysium 火山區以西，其中每條通道寬度從數百公尺一路延伸到數公里，彼此交織成多股分流的複雜圖案。通道之間散布着被水流削成流线型的地貌，它們狭长的尾端指向下游，显示当年的洪水一路向北奔流。然而，這些水道最後竟突然消失在一個長形深坑裡，深坑長約1875公尺，寬約1125公尺。科學家利用坑壁投在底部的陰影，計算出一個驚人的結果：這座深坑接近500公尺深，它是在洪水通道形成之後才出現的。崩塌讓塵土覆蓋層下方的巨石層暴露出來，更深處則是大量沉積物，直徑數公尺的巨石散落在通往坑底的陡坡上。這類深坑為何如此重要？它們可能是未來人類探索火星的候選着陸區。坑底陰影中也許保存着地下水冰，而這些水冰將可能被未來的長期火星基地直接利用。
最後這幅觀測影像來自火星北部平原，一座陨石坑的內部，深色起伏如波浪的沙丘，覆蓋在色彩斑斕的裸露基岩上。從陨石坑約25公里的直徑推算，這些岩石過去可能被埋在地表下超過1英里，也就是約 1.6 公里。基岩呈現出的不同色彩，很可能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礦物成分。火星侦察軌道器上的 CRISM， 全名是火星專用小型偵察成像光譜儀，也在臨近區域偵測到不同礦物，位置就在更大的 microcrater 之中。那座陨石坑的邊緣就在影像東南偏東約50公里。撞擊把深埋地下的岩层挖了出来，而这些色彩鮮明的岩石之所以仍然可見，部分要歸功於火星上的風。風不斷塑造上方沙丘，也像一把無形掃帚，持續掃去陨石坑中央覆蓋的塵埃。